健保补充保费，这一次研议要动的不是你的薪水。卫福部研议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法，要把薪资以外的收入改成1年结算一次，全年累计只要超过2万元，就课 2.11% 的补充保费。媒体报道估计会影响到大约480万人。先把最重要的一句话讲在前面，这件事还没有上路。方案的方向见报之后，引发很大的反弹。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下令，具争议的方案先暂缓，要求卫福部广纳各界意见。卫福部长施崇良也公开表示，这件事还在研议阶段，所以你现在听到的一切都不是已经定案的规定，是一个被喊卡但还放在桌上的方案。那既然还没上路，为什么现在要花时间讲？原因很简单，暂缓不是取消，健保的财务缺口是真的，补充保费的漏洞也是真的。这个方案只要换一个包装，换一个门槛，换一个上路时间，随时可以再回到台面上。等到真的3读通过，真的公告施行，你才开始搞懂自己被算到哪一类，那时候已经来不及调整。现在先看懂它的逻辑，将来不管改成什么版本，你都看得懂。而且这件事的重点一开始就被讲歪了，很多人一听到健保要多收钱，第一个反应是薪水又要被多扣。这一次研议的方向刚好相反，上班族按月领薪水的那一笔本来就在一般保费里面按月扣，这次方案动的不是那一块，真正被盯上的是薪水以外的3样东西，而这3样东西刚好是退休以后最常见的3种收入来源。这也是为什么反弹声音最大的是已经退休、已经不领薪水的那一群人。先讲清楚现在的规定，你才知道到底改了什么。现行的健保费分成2块，一块叫一般保费，就是你每个月从薪水里扣，或是随着眷属人数固定缴的那一笔；另一块叫补充保费，是民国102年2代健保上路之后才有的东西，专门用来对付薪资以外的所得。目前的补充保费费率是 2.11%。补充保费有6类所得会被扣：高额奖金、兼职所得、执行业务收入，再加上这一次的主角利息所得、股利所得、租金收入。这6类简单解释一下，高额奖金指的是年终奖金、3节奖金这些超过一定倍数的部分，兼职所得是你在投保单位以外的地方另外领到的薪资，执行业务收入是律师、会计师、讲师、稿费这一类，剩下3类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你会发现一件事，前面3类多半跟还在工作的人有关，后面3类跟已经不工作的人关系最深。这一次研议要改的正好是后面那3类。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补充保费不是你自己去算、自己去缴，是由付钱给你的那一方负责代扣代缴。银行付利息，公司发股利，承租人付租金，扣掉之后才把钱交到你手上，然后帮你缴进健保。所以很多人其实被扣过，只是从来没有察觉，因为进到户头的就是已经扣完的净额。现在的规则关键就在2个字：单笔。单笔的意思是看的是每一次给付的金额，单一次给付达到2万元才会被扣补充保费，没有达到2万元的那一次就不扣，而且是给付的一方在给你钱的时候直接代扣代缴，你自己不用另外去算，也不用另外去缴。这个设计在银行利息这一块尤其明显。银行付你定存利息的时候是一笔一笔付的，假设你把一笔钱做1年期定存，到期一次领利息，这一次领到的金额如果超过2万元，银行就会先帮你扣掉补充保费，剩下的才进你的户头。可是同样一笔钱，如果拆成好几张定存单，到期日错开，或者改成月配息、季配息，那每一次拿到的利息自然就变小，很可能每一次都不到2万元，每一次都不到2万元，就每一次都不用扣。股利也是一样的逻辑，1年配1次的公司，配息集中在1天入账，容易一次就超过2万元，改成1季配1次。同样的，总金额被切成4份，每一份就缩小了，分散持有几档不同的股票，配息时间错开，每一笔也都变小。租金更直接，租金的补充保费是由承租的一方在付租金的时候代扣，实务上主要发生在承租人是公司行号、机关团体这种需要办理扣缴的对象身上，租给一般个人自住情况又不一样，而且租金通常是按月收，1个月的租金要一次超过2万元，
在很多地方也不是常态。所以你听出来了，现行制度真正的破口不是费率高低，是单笔这2个字。同样的，年收入会不会被扣，扣多少，取决于你是一次领还是分次领。懂得拆的人少缴，不懂得拆的人多缴。这件事在制度上被讨论了很多年，卫福部这次研议要处理的就是这个洞。接下来讲研议中的方案，这一段请特别记住，以下的内容是媒体报道出来的方向，不是已经公告的法条，行政院也已经要求暂缓，实际版本还可能变。方案的第一个重点，把单笔改成年度结算，也就是说，不再看你每一次拿到多少，改成把你一整年的利息、股利、租金全部加起来算总账，全年累计只要超过2万元，就课 2.11% 的补充保费。这一刀砍下去，刚才讲的所有拆单技巧全部失效，拆100次还是同样的总金额，加起来一样要算。第二个重点，把上限往上拉。现行制度下，单笔扣缴有一个天花板，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不再计算。研议中的方案是把这个上限从1000万元提高到5000万元。这一项影响到的是收入非常高的那一小群人，跟大多数人没有直接关系，但它说明了一件事，这次不是只想从小额的人身上收，高额的那一端也一起拉。第三个重点是规模，依照媒体报道的估算，这个方案大约会影响480万人，一年可以为健保多带进100亿到200亿元的收入。最快的时程是民国116年上路。年度结算还牵涉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谁来算，谁来缴？现在是极富的人代扣，你完全不用管。改成1年结算一次以后，你的利息在好几家银行，股利在好几家公司，租金在好几个承租人手上，没有任何一方看得到你的全貌，那就只剩2条路，要么由健保署去比对各方申报的资料，年底再向你追缴，要么就是要你自己申报。不管走哪一条，对一般人来说都是多出来的麻烦。这些执行细节，媒体报道里面也还没有完整的版本，我不能替他下定论，只能说这是这个方案必须先解决的难题。为什么会走到要动这一块？原因在健保的收支、人口老化、新药新科技越来越贵，就医需求持续上升，支出这一端是往上走的，收入这一端如果只靠薪资，会越来越撑不住，因为领薪水的人口比例正在下降，所以主管机关会去找薪资以外的收入来源，这是必然的方向。这件事没有对错，重点在于这张网撒下去的时候，门槛要定在哪里，会不会压到最没有能力承受的那一群人，这也是这一次争议的核心。480万人，这个数字要好好体会一下。台湾的健保是全民纳保，总人口2300多万，480万人的意思是每5个人里面大概就有1个会被算进去。这不是只针对少数有钱人的一笔钱，这是一张撒得非常开的网，而且这张网的网目只有2万元，全年2万元，平均下来1个月不到1700元。再把3样东西点名一次，免得你听混了。第一样，银行的利息，包含定存利息、活存利息。第二样，股票的配息，也就是股利。第三样，房子租出去收到的租金。这3样全年加总超过2万元，就要课 2.11%。现在你就懂为什么跳脚最大声的是退休族。一个还在上班的人，收入主力是薪水、利息、股利、租金，这3样可能只是零星。可是一个已经退休的人，情况刚好倒过来，他没有薪水了，他的生活费就是靠这3样撑起来的。年轻的时候存下来的钱放定存，退休金的一部分摆在会配息的标的，早年买下来的房子租出去补贴开销。这3样正好就是台湾退休族最典型的现金流组合。我们来做几题纯算术，先讲在前面，接下来提到的所有数字都是为了方便计算而假设的，不是任何推荐。我不会告诉你该把钱放在哪里，也不会说哪一种做法比较好。这一支影片从头到尾不推荐任何金融商品。第一题，只有定存的人，假设你手上有300万元的定存，年利率假设是 1.5%， 一年的利息就是45000元。在限制下，如果你把它拆成好几笔，错开到期日，每一次领到的利息都不到2万元，你1毛补充保费都不用缴。改成年度结算之后，这45000元全部算在一起，超过2万元。这一题
你就进入了要缴的行列。第二题，只有配息的人，假设你长期持有一些会配息的标的，一年下来领到的股利加起来3万元，同样的道理，限制下按季分4次领，每次7500元，完全不到门槛，改成年度结算，3万元一起算，一样超过2万元。第三题，有一间房子出租的人，假设一个月租金12000元，一年就是144000元，这一笔金额不管怎么分，年度累计都远远超过2万元。第四题也是最典型的那一题，3样都有1点的人，定存利息1年1万元，配息1年1万元，租金1年12万元。单独看，前面2样都没有超过2万元，可是加起来是14万元。年度结算的意思就是全部加总，不是分开各算各的。第五题，夫妻2个人一起看，补充保费是算在个人身上的，不是算户的。所以如果定存、股票、房子分别登记在2个人名下，2个人就各自有各自的2万元门槛。如果全部集中在一个人名下，就只有一个2万元。这一点不是要你去做什么安排，财产登记牵涉到赠与、税务、家庭关系，远比省一点健保费复杂太多，任何调整都必须跟专业人士讨论过再说。我讲这一题只是要让你理解这个门槛是怎么算的。第6题，只有一点点利息的人，假设你手上只有50万元的存款，一年利息不到1万元，其他2样都没有，那即使改成年度结算，你也在2万元的门槛底下，1毛都不用多缴。这一题很重要，因为新闻一出来，很多手上只有几十万元，老本的长辈也跟着紧张。其实这个方案不会碰到他们，搞清楚自己在门槛的哪一边，比跟着恐慌有用得多。你可以自己算算看要多缴多少，方法很简单，把全年的3样收入加总，只要超过2万元，就用加总后的金额乘以 2.11%。以刚才第4题的14万元为例，乘以 2.11%， 大约是2954元，一年多缴将近3000元，听起来不算天文数字，可是对一个每一块钱都算得很清楚的退休族来说，这是实实在在从固定收入里面被切走的一块。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其实也不完全是金额，是那种感觉。我已经退休了，我没有薪水了，我用的是自己一辈子存下来的钱，这些钱在存进去之前已经缴过所得税了，现在连它长出来的一点利息都要再被扣一次健保费，这种感受比那几千元还要强烈。这也是这个方案一见报就炒翻天的真正原因。再强调一次，门槛是2万元，不是每一样2万元，是3样加起来2万元。这是整个方案里面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讲完为什么跳脚，来讲行政院为什么喊卡。方案的方向见报之后，反弹的声音来得又快又大，特别是退休族群和小额存款族，普遍认为这是在向已经没有薪资收入的人开刀。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争议升高之后，下令具争议的方案先暂缓，要求卫福部再去广纳各界的意见，不要急着推。卫福部长施崇良也公开回应，强调整件事还在研议阶段。暂缓这2个字要正确理解，暂缓不等于撤案，撤案是这个东西不做了，暂缓是这个东西先放着。健保的收支压力并没有因为喊卡而消失，补充保费可以靠拆单规避，这个结构性问题也没有解决。只要这2件事还在，这个议题就会再回来。回来的时候长相可能不一样，门槛可能从2万元往上调，让小额的人先被排除在外，或者分级课征，收得多的多缴，也可能给更长的缓冲期，或者只先处理其中一样，这些都是可能的方向。我不预测哪一个会成真，也不敢说它一定会过。回头看2代健保当年要开征补充保费的时候也吵过一轮，那时候的争议点跟现在很像，都是觉得为什么要对薪水以外的钱动手。最后的结果是制度上路了，但门槛和细节在推动的过程中被修过好几次。这一次的情况很可能也是同一个剧本，方案不会凭空消失，但是最后长出来的样子跟第一版见报的样子往往差很多。所以不必看到第一版就认定自己一定会被剥一层皮，也不必看到暂缓2个字就以为这件事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建立的不是恐慌，是判断力。将来只要看到新的版本出来，你就问3个问题：第一，门槛是多少？第二，是单笔算还是年度累计算？第三，哪几类所得被算进去？这3个问题问完，
你就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扫到，不需要等别人来替你解读。接下来讲2件同一时期发生跟退休族钱包直接相关的事，因为只讲一边会失真。退休族的现金流从来不是只有一股力量。第一件是劳保年金已经调升过了，依照劳工保险条例第65条之4的物价调整机制，当累计的物价涨幅达到法定标准，劳保年金就必须跟着调整。劳动部已经公告，2026年的劳保年金和职灾保险年金调升 6.46%， 这个调幅自2026年5月起计算，6月底之前就已经汇进账户了，受惠的人数接近77万人，平均下来每个人每个月多领1224元，适用的对象是民国100年、101年、105年、106年、107年、111年这几个年度开始请领年金的人。为什么是这几年？因为这个机制的设计是拿你开始请领那一年的物价指数跟现在做比较，累计涨幅达到标准才调整。所以不是每一年开始领的人都会同时被调到，也不是每一年都会调，这一次轮到的就是这几个年度的请领人。这个机制的意义是不让年金被通膨慢慢吃掉，你在民国100年开始领的那个金额，用今天的物价去看，购买力已经缩水了。这个调整就是把缩掉的那一段补回来一部分，它不是加码，也不是政策红利，是法律本来就写好的自动机制。有一件事要提醒，这笔调升是劳保局主动计算、主动入账，不需要你去申请，也不需要任何人帮你办。如果有人打电话跟你说年金调升要先缴一笔手续费，或者要你提供账户密码、金融卡号来办理，那100%是诈骗。政府调高年金只会把钱汇进你原本的账户，不会先跟你要钱，也不会要你的密码。一个月多1224元，一年就是14688元。所以你现在去翻5月、6月的入账记录，金额应该已经跟去年不一样了。而且这个调整是往上垫高你的年金基数，不是只发一次的红包，之后每个月都是照调整后的金额领。现在把2件事放在一起看，你就懂退休族的处境了。一边是劳保年金往上调，一年多拿1万多元，另一边是补充保费，如果真的改成年度结算，一年可能多缴2000元、3000元，一边给一边拿。但要注意，多领的只有那近77万人，而且限定那几个请领年度可能多缴的是480万人。2群人不是同一批，只有刚好两边都被算到的人才会出现一边多领1万多，一边多缴2-3千的情况，整体才是净增加的。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口袋在动，其他人只会感觉到被拿走的那一边，感觉不到多给的那一边。第2件事跟把钱放在保单里的人特别有关。金管会修正了人身保险业办理利率变动型保险商品业务应注意事项的第7点和第8点，针对利率变动型保单的资讯揭露定了新规定，从2027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规定里面有几项重点。第一，禁止只用宣告利率高于银行定存这种说法来做行销诉求。第2，必须揭露宣告利率为0的情境，也就是要把最坏的状况摊开来给你看。第3，必须列示各个保单年度末累积已缴保费以及对应的身故给付等数字，让你看得出来自己缴了多少，拿得回多少。违规的罚圈从60万元起跳，最高可以罚到1200万元。这一条为什么重要？因为过去很多年有一种说法在市场上流传得很广，就是定存利率太低，不如把钱放到这种保单里面，宣告利率比定存高。这个说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宣告利率不是保证利率，它是保险公司每个月或每一段期间依照实际状况公告的，可以往上调，也可以往下调，理论上可以调到0。拿一个会浮动的数字去跟一个相对固定的数字比，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基准。而且保单前几年如果解约，能拿回来的金额往往低于已经缴进去的保费。原因是保单的成本，像是佣金和行政费用，大多集中在前面几年就先扣掉了，所以解约金要经过好几年才追得上你实际缴进去的钱。定存中途解约不一样，本金一定拿得回来，只是利息按规定打折计算，最多就是少赚一点，一个可能伤到本金，一个只是少赚利息，这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还有一个常被混在一起的字眼，预定利率。宣告利率和预定利率不是同一件事，一个是保险公司后来按期公告的，
一个是商品设计时就定下来的计算基础。行销的时候，如果把两个数字混着讲，听的人很容易误以为那是一个保证拿得到的报酬率。心智要求把最坏情境摊开来写，就是要堵住这个模糊地带。要提醒的是，这个新制是2027年1月1日才施行的，在那之前签的约，适用的还是原来的规则。如果你手上已经有这类保单，也不必因为听到这一段就急着处理。保单能不能继续放，要不要调整，牵涉到你的年纪、身体状况、资金什么时候要用，解约会损失多少，这些都要看实际的保单条款，必须跟你的保险业务员或是你信任的专业人士当面把数字算清楚，不是一支影片可以决定的事。我不评论任何一张保单好不好，也不推荐任何商品，我只提醒一件事，2027年之后你再看到这类商品的说明资料，上面会多出一些过去不一定会主动给你看的数字，那些数字才是你该看的地方。最后讲3件你现在就可以做，而且不必等政策定案的事。第一件，花1个晚上把自己一整年的收入分成几类，写在同一张纸上，薪水或退休金一类，银行利息一类，股利一类，租金一类，其他一类。很多人讲不出自己一年的利息大概是多少，也讲不出租金一年收多少，因为钱是零零散散进来的，从来没有加总过。这张纸的价值不在于它能让你少缴钱，而在于将来任何一个版本的方案出来，你3分钟之内就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算到，不会被新闻标题牵着鼻子走。第二件，每年报税的时候，顺手把扣缴凭单看一遍，不要签个名就交出去。扣缴凭单上面会写清楚你这一笔收入属于哪一类所得，被扣了多少税，被扣了多少补充保费，这是最权威、最不会骗人的一份资料。看熟了它，你对自己的钱就有掌控感，不想等到报税季，也可以自己上网查。你可以在健保署的网络服务系统用健保卡或自然人凭证登入，查自己被扣过多少补充保费。劳保年金的部分也可以在劳保局的网站上查自己的请领记录和金额。不会操作没有关系，带着身份证和健保卡到就近的服务据点，临柜就有人帮你查，一趟就问清楚了。与其在群组里面听别人转来转去的说法，不如自己去看一次官方的数字。第3件，等有进度的时候再回头确认一次，不要现在就急着做任何调整，这一点我要特别叮咛。这种还在研议又被行政院要求暂缓的方案，最怕的就是有人急着先动，急着解约，急着换标的，急着把钱搬来搬去，最后政策没过，或者过的是另一个版本，白白付出手续费，损失利息，甚至赔掉本金的都是自己。所有牵涉到你退休金安排的决定，请跟你信任的专业人士当面讨论过再做，不要靠一则新闻，也不要靠一支影片。这3件事之外，最后帮你把3个时间点对一次。民国116年，也就是2027年，是这个补充保费方案最快可能上路的时间。2026年6月底之前，劳保年金的调升已经入账，这一个是回头去对账。2027年1月1日是利变保单资讯揭露新制施行的时间。这3个时间点，一个管你可能要多缴，一个管你会多领，一个管你看到的资料会变得比较完整。已经过去的那一个现在就去对，还没到的那2个，时间到了自己去确认一次，不要等别人来告诉你。回到最开头那一句话，这一次被盯上的不是薪水，是薪水以外的3样东西，利息、股利、租金。改的方式是从单笔2万元起扣，变成全年累计超过2万元就课 2.11%。 它现在还没上路，行政院已经要求暂缓，但它随时可能换一个样子回来。制度会变，门槛会调，费率会改，唯一不会变的是搞清楚自己的钱从哪里来，一年进来多少，属于哪一类。这件事永远是你自己的功课。今天晚上就把那张纸写出来，这是整支影片里面最值钱的一个动作。